年5月29日，成都某护肤品牌的发布活动现场，聚光灯打下来，宋威龙走出来的那一刻，现场有人愣住了。没有人知道，就是那天下午他接受采访时的几个表情，会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，把整个娱乐圈的话题榜搅得底朝天。一个微笑，几帧慢镜头，然后龙脉恋情再次冲上热搜。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宋威龙和赵今麦。说这两个名字，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林宇森和聂曦光，骄阳似我，那段让30亿人上头的荧幕爱情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，从来就不只是一部剧那么简单。它背后牵扯着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的期待、眼泪，还有一套已经运转了将近1年的巨大情感投射机器。而这台机器在2026年5月29日那天，又一次被一个人的微笑重新启动了。在聊成都这件事之前，我们先退回去一点，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。宋威龙今年27岁，他出道不算晚，但成名的路走得比大多数人更曲折。2015年，刚满16岁的他，在网络上传了几张海边写真，就凭着那张与 quote 贵公子脸与 quote 和185的身高，被于正相中，签进欢娱影视。接下来几年，主演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，凤求凰、下一站是幸福、以家人之名、一路走一路红，但就是差那么一口气，始终没能彻底爆。然后2021年，事情出了变化，宋威龙向公司提出解约，公司不同意，把他冻结，索赔500万。他没有退，一纸诉状把案子打上了法院。那段时间，他没有任何新作品，整整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将近2年。很多人以为他从此就沉了，但他没有。2023年，胜诉，成立个人工作室。接下来的2年半，他几乎以一种报复性的速度拍了6部作品，直到2025年底，骄阳似我开播，上线10分钟，热度破19972，16天，个人账号涨粉100万，相关话题在微博的阅读量加起来奔着30亿去了。30亿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而这一切和一个名字密不可分，赵今麦。他在剧里饰演的聂曦光，被观众称为与 quote 小太阳与 quote。他和宋威龙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，从一开播就让 CP 粉看到眼睛发光。那种感觉你懂的，不是刻意的，是真的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才最要命。于是与 quote 龙脉与 quote 这个 CP 名就这样在无数粉丝的呼声中诞生了，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开来。但你们猜，真正让这把火烧起来的是什么？是现实中发生的一件又一件的与 quote 巧合与 quote。2026年1月，娇兰品牌活动，宋威龙和赵今麦同台，牵手走上舞台，大屏幕上播放着他们在剧中的吻戏片段。有人在现场拍下了这一幕，说那个场面看上去不像是品牌活动，更像是他们自己的婚礼现场。情人节那天，有眼尖的粉丝发现，宋威龙工作室发布的营业内容里，他手里抱着一束花。然后有人翻出了赵今麦几天前抱着的那束花，同一个品牌，同一个款式。评论区就炸了。与 quote 这不是巧合。与 quote 感情早就实锤了。与 quote 两个人分明在用这种方式暗示。与 quote 好，如果你们觉得这已经很热闹了，那么5月29日在成都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说是把这种情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。那一天，宋威龙出现在护肤品牌 Free Plus 的成都发布活动上，他穿了一件条纹衬衫，搭配深色领带，整个人干净从容，还是那副让人一看就想多停留2秒的样子。光是这身造型就已经登上了热搜。但真正让互联网炸锅的不是他的造型，是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几个表情。具体来说，是几段被粉丝剪下来、放慢、反复研究的视频片段。有人说，当某些话题被提起的时候，他嘴角会上扬，
眼神会变得不一样。有人说那是一种与 quote 快乐藏不住与 quote 的表情，有人说他的微笑在那几个特定的时刻和平时不太一样。于是分析开始了，一部分粉丝迅速行动起来，把这次活动的视频和几个月前的旧素材并排放在一起，开始一帧一帧的比对。他们把赵今麦的某些动态和宋威龙的时间线对照，把两人出现过的地点拼在一张图上，把每一个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细节列成清单。与 quote 你看这里，与 quote 这个表情，与 quote 这个时间点，与 quote。 如果你们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任何与宋威龙相关的内容，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种讨论的密度和热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与 quote。 我喜欢这个 CP 与 quote， 那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的证据收集行动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越来越有意思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但就在这股热浪的另一边，有另一群人，他们举起了一面不同的旗。他们说，等等，我们冷静一下。他们指出，宋威龙在整个成都活动期间，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提到赵今麦的名字，没有一次。他谈到了品牌，谈到了护肤，谈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，谈到了未来的规划。他和在场的媒体谈了很多，但那个名字始终没有出现。他们还说，一个人在镜头前的表情是世界上最容易被过度解读的东西。我们每天的微笑不一定代表任何事情。宋威龙是一个演员，他的笑容可以出于高兴，出于礼貌，出于职业训练，也可以只是因为那天下午阳光很好。而且他们提醒了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宋威龙的工作室早在几个月前就曾经就类似的传言发出过声明，明确表示两人是工作关系。一边是与 quote 爱藏不住与 quote， 一边是与 quote 理性区分与 quote。 两拨人在评论区和转发里打得不可开交，直到整个话题的热度再翻一倍。你们猜，在这件事里到底谁赢了？说真的，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才是今天最值得聊的事情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倾向于相信哪一边？我们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，宋威龙和赵今麦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？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官方声明，没有任何来自双方工作室的确认。宋威龙没有承认，赵今麦也没有承认。那些在成都活动里被人反复分析的微笑，在活动结束之后依然只是微笑，没有任何附加说明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的与 quote 没有实锤与 quote 从来不妨碍它持续发酵。因为真正在驱动这一切的，从来不是宋威龙或赵今麦说了什么，而是粉丝需要他们说什么。想一想，骄阳似我给了多少人一种情感上的体验。林宇森和聂曦光那段感情，是那种看了会觉得被温柔对待过的故事。那种感觉太真实，太美好，以至于当剧集走向大结局，很多人舍不得离开。于是他们把那份情感延伸到了现实。他们希望这两个人在真实生活里也是对的，因为那会让那个故事更完整。他们把宋威龙在成都活动里的每一个笑容都看作一条线索，因为他们需要那条线索存在。这不是批评，这是人类面对喜欢的东西时最自然的反应。但它也意味着，一个明星有时候只需要出现，只需要对着镜头微笑，就足以让整个舆论场自动运转起来，产出数以千计的内容、话题、讨论和流量。这台机器，宋威龙自己未必能控制，赵今麦自己未必能控制。3点结语。第一，宋威龙在成都 Free Plus 活动上没有就任何感情问题做出任何回应。所有关于与 quote， 他暗示了与 quote， 他默认了与 quote 的说法都是粉丝的解读，不是事实。第二，与 quote， 龙脉与 quote作为一个现象级 CP， 它的能量来自骄阳似我给观众留下的情感印记。那种投射是真实的，有力量的，但它属于两个虚构角色，而不是两个演员本人。第三，这也许才是今天最值得带走的一句话。
有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一段感情的真相，